参见大人。光绪24年起，每年发生的国之大事、朝中大事，还有京城发生的大事，都报给我听。是。光绪24年4月23日，先帝颁布明定国事诏，开始变法。开始变法。不过是白日一梦。从8月开始说一些我不知道的。给我沏一壶信阳毛尖。这。光绪25年，朝廷跟法兰西国签了广州湾租界条约，将遂西吴川两县以及马偕海湾租给了法兰西国，叫广州湾。光绪26年7月，英吉利国、法兰西国、德意志国、俄罗斯国、美利坚国、日本国、意大利国和奥匈国这8个国家一起攻打了京城。11月的时候，李中堂大人和洋人谈判，最后签了个议和大纲。光绪27年3月，朝廷赔了4亿5千万两给那8个国。凭什么？洋人有枪有炮啊，大人。接着说吧。7月的时候，朝廷又跟英国、美国、俄罗斯国、德国、日本国、奥地利国、法国、意大利国、西班牙国、比利时国、荷兰国签了个辛丑各国合约，也叫《北京议定书》，说好了分39年还清赔款，年息4厘，却又在东郊民巷设使馆区，写了中国人不得入内，拆了炮台，天津20里内不得驻军，年年割地，年年赔钱。接着说。光绪30年，日本国占了旅顺。光绪30年7月，和英吉利国签了个拉萨条约。光绪30年腊月，一帮东京留学生向朝廷请愿，要求立宪。光绪31年4月，北洋6镇新军全部练成，共计7万人。光绪32年2月，法兰西国传教士王安之杀了南昌知县江绕，群众怒毁教堂，杀王安之，朝廷处死乱民公动，赔银35万。33年10月，乱党袭取镇南关，孙文向大清士兵发炮。光绪33年腊月17，山西商务局议定以275万两作为山西各属矿权，全部收回。34年正月，清廷授醇亲王载沣为军机大臣。同盟会乱党黄兴在青州马朵山举行反叛，激战40余日，反叛以失败告终。他们哪里是没防啊？就是看你一身血污，怕你吓着其他住客，不敢留你罢了。有劳林姑娘了。我这浑身是血的，看着的确挺吓人的。哎，我们县衙的没叫你回去吗？那位大人带我去录了口供，
然后他就说没我的事了。大人怎么会在此处？我在河边找到了那群凶犯，一共有6个人，是灵溪荣天岭的弟子。我已经将其中1人执法，其他5个跑了。然后我就一路追，就追到了这儿。大人是一个人在追？是，林姑娘怎么会在此地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该去往何处。可是荣天岭的为什么要害你的家人？他们说过什么？问过什么？你当时躲在柜子里，有没有听到？那几个人当时好像是在逼问我叔伯些什么，但具体是什么我不知道。我这次回国只是跟家人返乡省亲，连叔伯们具体要去哪里我都不知道。林姑娘，你放心，在下一定会将这些凶犯缉拿归案的，还你个公道。多谢大人了。你不用叫我大人，我就是五路流的捕快，叫我家洛就行，地保也行。已经2更天了，地保大人，你明天还要查案，不然早点睡吧。我去把床铺给您收拾好。不必不必，已经甚是打扰林姑娘了，我在此地坐着就好。那怎么能行？林姑娘，你赶快去休息，我坐在此处就足矣了。宣统元年腊月，光复会逆贼熊承基谋刺海军大臣载洵和萨镇兵，幸未得手，抓捕后正法。此贼受审时还大放厥词，称早死一日，自由之术早得一日鲜血；早得血一日，则早茂盛一日，花方早放一日。宣统2年3月，同盟会逆贼汪精卫意图谋杀载沣王爷，本当按律处死，后载沣王爷开恩，赐逆贼终身监禁，至今尚在狱中。10月，摄政王决定原定于宣统9年立宪期限，宣改于宣统5年实行开设议员。说完了，下去。吃了。何太兄，穆青兄早。穆青兄，这是？啊，让他们跟我说说这12年来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儿。穆青兄一晚上都在听这些？疑犯我已经圈出来了。婉和，坤宁宫的婢女。穆青兄，恕在下愚钝。这婉和不但不曾进过文渊阁，甚至近半年间都不曾在文华殿一带走动，对不对？哈，是。所以在下不知因何有意。婉和的居所在宫城东侧，她平日里当值出入的是坤宁宫和宁寿宫。从她住的地方到这2宫该怎么走，二位应该很清楚吧？可以走剑亭，不然也可以走3座门。对，但是走剑亭要比传3座门省去20余步，还省了3个台阶。这短短的20余步和3个台阶是常人无法发觉，但对从小在宫里长大的宫女和太监来讲，则应是了如指掌。且她一日要往返3次有余，断不会舍近求远。从每日宫女出行的记录来看，半年前婉和走的还是由东华门走剑亭向北，而这半年里则换成了穿3座门。为何？因为走东华门由剑亭向北要经过文渊阁，
不错，婉和改变行径是刻意为之，而他这么做只有一个理由：避嫌。抓人吧，把宫女婉和带到内衙聆讯。葛太兄，我有一事不明，这宣统元年，摄政王为何只是将袁世凯革职，而并未将其治罪？在下也属实不知啊。怎么，穆青兄和袁世凯相熟？不熟，也熟。当年若不是这卑鄙小儿背信弃义，偷偷向太后告密，维新党就不会被砍，先帝也不会被幽禁。总谓浮云能蔽日，长安不见使人愁。若是当时变法成功，如今大清早已完成了改革，国力将比今日强盛甚多，也不会有什么乱党敢兴风作浪，甚至谋反了。穆大人，存进大人急召。昨天晚上直隶厅送过来一个急呈，直隶厅从京师以东11个县市直到海边，我命令各地衙门要严密地关注凡是跟酒有关的事情。大人是想到了龙镇李酒，我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可疑的线索吗？昨天大沽客栈死了9个人，这9个人他们来的时间跟天照的谣言相似，来的地方又是东边的日本。日本什么东西最多？还不是那些乱党吗？若这9人从东归来是为谋反，又怎会意外暴毙？难不成是有人暗中在为大清护航？大人，这桩命案已经发生1天了，就算与谋反有关，此时再追查下去，只怕是难以找到凶手。卑职觉得当务之急还是先顺着丢失藏宝图的线索查下去。但是这桩9命案，属下自然不会置之不理。那你要怎么处理？派人去大沽县，迅速将尸体运过来，以确定其身份和死因。听你的。该招就招了吧。穆青兄，现在审。一个字都不用审，开始用刑。穆青兄去哪儿？御膳房。你见过老姜没？老姜？哎，他早上来过，有点闹肚子，我看没什么事，让他走了。哎，怎么事啊？果然想跑，还好穆青兄发现的及时，带回新房。剖开，看看他吞的是什么。戒指，西洋造。穆青兄，现在又要去哪儿？灯市口。灯市口？灯市口有一家杂货铺，专做西洋物件的门。吴兄，葛大兄，那宫女不堪苦刑，已经招供了。她招认她是受了御上房的老姜之。婉和有没有说偷盗东西的时间？3月23，交给老姜则是3月25。早上还是晚上？晚上。吴兄，是不是继续用刑？不必了，将他在刑房处死，立即。这怎么就不审了？他只不过是一个棋子，你还指望着他供出幕后主使？那为什么要杀掉啊？这么大的罪，只能继续逼供，一直逼到死。与其让他多受折磨，不如给他一个痛快。穆青兄，仁慈啊！你是不是想问我如何看出老姜就是婉和的内应？还请穆青兄解惑。从行走记录中，我看出了婉和的异常之处，推测出他就是从文渊阁偷出藏宝图的人。但是宫女不能出宫，所以必须得有内应，才能把东西送出去。没错，否则偷了也毫无意义。我看了近半年里宫门的出入记录，
御上房有6位夫役，经常出宫采购，其他夫役每次出去只需要2个时辰上下，而老姜则需要2个半时辰，多了半个时辰。一开始我也在想，是不是老姜手脚比别人慢，用的时间比别人长？但是从记录上来看，他每次不是比别人晚回来，而是早出宫了半个时辰。一个在御上房干了大半辈子的夫役，会如此勤快，如此卖命吗？所以他就是同党。原本我也不确定，可惜啊。 老姜应该是听到了婉和出事的风声，想要逃跑，这才印证了我的推测。这京城买卖西洋物件的地方也不少，怎么就知道是灯市口这家杂货铺呢？距离从御上房到灯市口，差不多往返要半个时辰。3月26一早，老姜交给你的是什么东西？前天一早，姜爷拿着一顶旧袍皮帽子，说是要给他一位亲戚。然后呢？当天就有人来。 按照姜爷说的，拿着9枚铜钱，和你这一模一样。那个人长什么模样？哎呀，那个人，他手上有个纹身。什么纹身？这我就叫不上来名字了。笔、纸。好。哎，对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哎，原来这位爷，你知道啊？来，2位客官，里面请。这人啊，运气来了，挡都挡不住。但如果你运气不好，那包子都能碰上2、3、5啊！啊！来吧，喝吧，喝。到了。那个纹身是什么意思？它是前骁骑营麒麟阵标记。麒麟阵，那阵是早年先帝围猎时的御用卫兵。这批校尉每个人的手上都纹有麒麟的标记，以表身份。在下还是第一次听的。他们不在正规编制之内，没在先帝身边待过的人甚少知之。那麒麟阵现在还有？不在了。戊戌变法之后，他们受到了牵连，被逐出了禁军。麒麟阵共计有11人，具有详实记录。想要找到他们，并不是什么难事。明白，我这就派人去查。家里没有吗？没有。地里也没有？没有。衙门里也没有？没有。那镇上也没有？没有。哎呀，这个王地保他能去哪儿啊？不会是真的去追凶了吧？哎，老爷您圣明，王地保这人，他是个杠头，他执拗。是十里八村的乡亲们，谁家丢只鸡，追出20里地，他能把鸡给逮回来。王地保啊，干捕快6年了。虽然咱们这儿没什么大案子，但在地保手里的案子，没有一件是不了了之的。要我说，这王地保他就是读书啊，把脑子给读坏了。这里怪他爹，哎，他爹是光绪3年的秀才，一直考到光绪13年，最后也没有考取功名。后来他爹呀，就把心思放到地保身上了。地保自幼攻读4书5经。读了10几年书，光绪31年，皇上把科举给废了，这才进咱们县衙当了个捕快。你帮我合计合计啊，这顺天府已经下令，地方官员不允许掺和这个案件。如果说这个王地保死缠烂打的话，会不会给咱们大沽县惹什么麻烦？这个我早就想好了。咱把这县衙的花名册给他改一改。把王地保的名字划了，这样他在外面宾馆惹多大娄子，都跟咱县衙无关呢。到时候找上咱们了，咱们就说他不是咱县衙的人，他是咱县衙临时雇来的帮手。临时的帮手。大沽县衙捕快查案，有没有见过一些灵犀打扮、说话有奇怪口音的人？哎，兄弟，给你打听一行人，灵犀的你有见过吗？啊？就是怪里怪气的，然后穿的衣服和咱们都不太一样的人，领头是个豁牙，大豁牙。见过说话有灵犀口音的人吗？灵犀话是怎么说的？
龙镇李九，真实一乾坤。葛太兄，咱们先不回内务府。是，咱们去一趟别的地方。去哪儿？东郊贡院。得着您了。刚刚那是个女人，功夫有点奇怪。她用的暗器是手里剑，东瀛忍者。日本人？大沽客栈那9个刚从日本回来的，应该一直被他们盯着。看来日本人也是为了秘藏。这就是净坛秘藏的藏宝图啊！这净坛秘藏不光是藏着巨额的财富，还有少林博大精深的武功秘籍。内务府花了上百年，费尽心思，但始终没能找到。这图上只有山峦河流的样子，但根本看不出这是什么山，是什么河。这就好像我们明知道这个东西放在一个盒子里，但这个盒子和这个房间到底在哪儿，我们根本找不到。这份宝图少了一个关键，这宝图不全，必然不全。大沽客栈这9个人从日本而来，其目的就是为了要和一个持有宝藏线索的人交头。所以看来这个谭仙果然知道开启宝藏的秘密。大人，不用多礼，直接说吧。大人，属下已经确定了3件事：其一，谋反者之间用来联络的是9枚前朝通宝，3个不同时期的通宝，共9枚，3加9就是12。这有什么说的？大清自太祖天命起始到如今圣上宣统，正好是12位天子。属下推断一事许久，就是如今的圣上和先祖有何不同？思来想去，想到了科举。没错。如今圣上继位的时候，科举已经没了。科举没了，可贡院还在。属下推断，龙镇李九中所说的东方，应该就是如今的东郊贡院。那9条火龙呢？这9条火龙就是安置在贡院一带的火药装置。如今贡院已是残垣断壁，破落不堪，正适合安放。如此说来，那9条火龙就是9枚烟火嘛。在贡院那边点起来，到时候看过去就像是火龙天降了。正是。你到贡院去看过没有？刚去过，
属下在贡院一带仔仔细细盘查了一遍，发现泥土中有残留的硫和硝，树丛间地上的草有翻过的痕迹，还有些树枝带着划痕。属下相信，定是谋反者将火药装置悄悄地安放在其间。这么说，5月11那天，他们只要点燃了火药，就是暴乱的信号了。此事绝对要保密，不能告诉任何人。如发现有人泄密，可如何处置？就地正法。宫女婉和3月23日下午偷入文渊阁，而那个时候却没有行踪记录。守卫和巡视东华门至文华殿一带的侍卫竟无一发觉，此事绝非偶然，更不可能是宫女婉和等出来的一个机会。所以，我特意去问了那日的轮值侍卫，才得知那天下午是你将一干守卫叫到文华殿门口训话，前后差不多1袋烟的功夫。这个契机完全是你给宫女婉和创造出来的。你若不是内应，谁还是内应？真厉害！官儿叫汉鹤，镶白旗，光绪27年进内务府，10年来就一直跟在我身边做事。6年之后，我才查出他是细作，没想到你才查了1天就把他给揪出来了，真厉害！哎，就是还是有点操之过急啊。是，属下确实是操之过急了。对呀，这么一来，我们想要给他的幕后主子传的话就没人传了。大人，汉鹤操纵的文渊阁盗宝，他背后的主子必然是谋反的主使。既然大人已经知道是谁了，还请明示，属下立即将其抓捕归案。我不敢擅自动他，这是为何？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，我怎么敢去动皇亲国戚呢？何况这位还是和硕亲王一等爵。和硕亲王，摄政王载沣的堂兄，爱新觉罗载祺。齐亲王，齐亲王排行第9，火命离生。我要知道齐亲王在干什么，我要知道齐亲王他跟什么人走动，我要知道齐亲王他去过什么地方，他每天吃的东西都给我查清楚了。奴才领命。哎，你是吃了一颗竹子丢了个车。今日的大清和220年前你们英吉利国有异曲同工啊。齐亲王对我们国家的发展很有了解。我把小女儿都送去英国读书了，能不了解你们吗？ Good afternoon. Good afternoon, Princess. 需要了解你们，更是因为贵国现在很强大。我希望大清的未来也能像你们一样的强大。如今的大清可谈不上强大，真正弱的不是大清，而是皇室。啊？没想到齐亲王您会这么说。我怎么不能这么说呢？就因为我是和硕亲王，就因为我是皇室内阁成员，这个皇室集权的专政已经穷途末路了。时代已至此，皇权已成了负累，立宪是大清重新强大的唯一途径。听到齐亲王说出这样的言论，我真的很吃惊。其实啊，在皇族内部有很多人都跟我是一样的见解。如果是这样，为什么你们的立宪还这么艰难？推行立宪可以保国，可以强国，但是皇权就没了，舍不得呀。可若死守着皇权，最终怕是国将不国了。那个时候，什么皇族王室，还有我这个和硕亲王，都将烟消云散。齐亲王，我反而觉得这个有爱新觉罗家族把控的国家，要想走到离宪这一步，或许还要很多年。我觉着你错了，用不了多久，
或许就在今年。母亲啊，其实我最希望那些意图造反的人呢，最好就是同盟会之类的，不把自个儿的命当命的那些亡命之徒吧。他们没有真正能打的军队嘛，变不了天。我最担心的、最害怕的，还是齐亲王。他有雄图大略，有变革之心。他有个女婿，你知道吗？属下不知。这个人叫钟海潮，在北洋军第6镇协督，这个是真的让人担心的。母亲啊，你要记住啊，没有铁证，我不能把谋反的帽子硬往齐亲王头上扣。所以你务必要把那个偷走了藏宝图的人抓到。青海长云暗雪山，孤城遥望玉门关。属下定破楼兰。好。父亲，您真的认为立宪将是救国之路？可其他皇叔也会像您这么想吗？他们宁愿跟洋人签署割地赔款的条约，也不愿意把自己的俸禄降低1厘，心中根本无国，就想着自己的小家。他们能想什么呀？是啊，让他们认识民主，就更不容易了。民主？你倒是说说，什么是民主啊？按照平等原则共同管理国家。难不成你还觉得那些头脑发热的革命党能成伟业？贩夫走卒之辈还能明白怎么勤政爱民？杀猪卖肉的人，他如何懂得治理朝纲？这是大清，你在大清讲民主，无稽之梦。你先出去吧，我跟海潮还有事情要说。5月11举事，不得有误。父亲放心，我已经做好了安排。5月初10夜，驻扎在京东30里的部队就会开拔到东郊，子时共愿起火，攻进京城。不用攻，进城就是了。那些禁卫军、内务府根本就挡不住你的枪。说起来也荒唐，为了大清，我还要反大清。可是父亲，拿下皇室、废除宣统都不难，可是这……你担心北洋？正是，就算我带兵进了京城，只要北洋下令，我还是得撤军。一切我都安排好了。5月11之前，我能拿到富可敌国的宝藏，足以安抚北洋。事不宜迟，咱们明日就得出发。咱们弟子太多了，路上难免会有些招摇，所以我们分头南下。我带着师娘、皇醒，再带一部分弟子，先行从水路出发。到了上海落脚之后，我们先去探探门路。汤圆，明日天一亮，你带几个帮手到天津租界里买几套衣服，要看起来像刚从日本回来的样子，就跟大沽客栈那几个人差不多。好嘞。然后你从陆地出发，穿山东前往上海。二师弟啊，要不还是我先带人从水路去上海吧，毕竟我去过上海，肯定要比你熟那么一点，我门路什么的也要快一些。那也好，那就辛苦大师兄了。有什么辛苦的呀？我先去，你带着师娘慢慢跟过去就行了。你都已经交代好了，于焕姐还非要再做安排。无妨，随他去吧。
他就是想先到上海，能偷偷玩上一玩。早就听说那是个花花世界了。他想去玩，就让他去吧。你怎么不争呢？你是掌门，你怎么总是要让着他呢？你也说了，我是让，而且我必须让。你别动，我来。招惹荣天剑派的人，你从来不让。天下第一剑客的名号，你也谁都不让。怎么一回到门派里头，什么都要你让呢？我是一个剑客，只想仗剑而为，从来不想当掌门。但掌门的担子交给了我，我必须担负起来。于环节作为大师兄，没有接替掌门，本就不甘心。我再不让着他，那门派不就内乱了吗？而且这也是师父最不想看到的。你让师父的还少吗？师娘，这里没有外人，这里只有你和我。我不想听你叫我师娘。师兄，我是你师妹。退给我。火姐，这个我没法再留着了。退给我。是。我真想杀了你。杀了你，荣天剑派就没了。可我们只有荣天剑派了。苟延残喘。我一定会让荣天成为天下第一的大剑派。这话我听够了。你师父天天这么说，他死了，换你天天这么说。你要是真能做到，就把秘藏找到，然后彻底改变我们。我会做到。大人，进来喝杯茶吧。不喝了，我来就是跟你说一声，我没能找到那伙凶犯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我马上就回大沽了。我们县衙还有另外2名捕快，多些人手一起找，肯定找得到。我再找邻县的衙门通报一声，各地通缉，那伙凶犯一准是跑不掉。那就多多有劳大人了。连京，你接下来去哪儿？我想一个人待几日，待平复心情，再做打算。哎，掌柜的，你说这陈武这小子是不是发财了？陈武，他能发什么财？真不知道，你看啊，
32个大银票子。哦，这是大票子。他这几天去灵溪了？不知道，应该没去，天天能见着他。灵溪的票子怎么了？跟我讲。掌柜的，官爷，您票看一下啊。这是哪儿来的？那是陈武大酒是给的。啊，陈武是谁？穆青兄，前骁骑营麒麟镇的11人已全部查到，11人中有5人仍在锡林郭勒盟的军队，其余者有4人离世，2个病死，1个练兵时出了意外，还有1个喝多了掉进了海子里。另外2个几年前离开了锡林郭勒盟，其中1个是回老家照顾年迈的双亲，还有1个呢？另一个绰号陈武，6年前因酗酒赌博违反军纪被逐出。他现在何处？查到他近几年混迹在天津葛沽镇一带，每天不是喝得烂醉，就是在赌场彻夜鏖战。要找的就是这个陈武。你谁？你找死啊你！我找你，陈武。这么大的赌客呀，好威风啊！你要么老实跟我说清楚，要么跟我回衙门。要打出去了，这还轮不到你撒野，上！内务府奔，现在能退下。大哥，不行，我说，二位，哎呀！我是大过县衙捕快王家洛，此人是我的疑犯。内务府办，闲杂人等退下。你就是闲杂人等，再向前一步，我将你就地正法。东西在哪儿？什么东西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啊！我真的我不知道啊！不，我说，有人给了我一大笔钱，让我转交一样东西。我只要在京城的杂货铺取一顶破皮帽子，送到天津永安的当铺，再把当票给接头人就行。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。爷，是内务府汉贺大人他让我干的。还有那个接头人打扮的怪里怪气，好像是灵犀打扮。我知道的我全告诉你了，剩下的我真的我不知道了呀。棱角，心若海，魂如桥，剩多少年少？叹一声缘渺遥，曾半生潦倒，
江山着，谁人笑？莫负年华，莫负今朝。韶华是梦荒凉，干洒热血，写春秋不忘。南州之中虚妄，心病十年。至何处？因似飞红雪，逆风穿苦暑寒，夏虫也不可与病一场。韶华是梦荒凉，干洒热血，写春秋不忘。南州之中虚妄，心病十年。